引力究竟是否具备量子特性？这一问题困扰物理学界已逾1个世纪。如今，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突破性实验，或许将首次提供实验层面的答案，为这个根本性疑问揭示清晰的方向。这个问题堪称现代物理学最根本且历史最悠久的未解之谜之一。它关乎我们对自然界4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重力的终极理解，也涉及经典物理与量子理论之间难以调和的根本冲突。数十年以来，科学家们透过量子力学的理论架构，已经成功建构出对3种基本力的精确描述，包括电磁力、强交互作用与弱交互作用。这些理论在微观粒子尺度下展现出惊人的预测能力与实验验证性。然而，重力这第4种基本力却始终无法顺利纳入量子理论的框架之中，其描述仍然依赖于一套宏观的非量子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构成了理论物理的一道根本障碍。直到今日，重力仍然只能透过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来加以刻画。这是一个建基于连续时空弯曲的经典理论，虽然在大尺度天体物理中表现卓越，但却与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兼容性。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终于能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直接观测并测量重力是否展现出量子行为，这将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更可能改写我们对宇宙基本结构的认知。而这正是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研究所提供的可能性。它开启了首次以实验验证角度切入重力量子化问题的崭新路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精度技术，利用镭射冷却技术操控厘米尺度的扭转振荡器。这一系统能够在极低温与低噪环境下，观察重力在量子尺度是否仍遵循经典物理法则，或是否呈现量子性质。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深入解析这项实验的具体技术原理，其创新之处如何挑战既有的物理框架，以及它有潜力揭示哪些至今仍隐藏于宇宙深处、与重力本质息息相关的结构与机制。整项突破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极为敏感的机械系统——扭转振荡器，也被称作扭摆装置。它能够精确反映外部微弱力场的作用，成为检测重力讯号的理想平台。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根微型单杠，悬挂在极细的金属丝上，能够以极小的角度进行扭转运动。任何极为微弱的外力，例如重力的改变，都会引发可测量的角度偏移。这类系统对微小角度的变化极为敏锐，任何外来扰动，包括电磁场、机械干扰，甚至是重力场的微幅变化，都会反映为可观测的扭转反应，这使其成为极为灵敏的重力探测仪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扭转振荡器广泛应用于经典重力实验中，特别是在测量万有引力常数与检验等效原理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们从未真正涉足量子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此次实验的突破点，在于他们大幅提升了扭转系统的操作规模与精度，成功将这一经典机械结构导入近量子极限的实验条件，使其得以探索从未涉足的物理现象。由华裔物理学家辛东成领导的研究团队，创造性地将一种原本应用于单异原子或离子的镭射冷却技术，首次扩展至相对宏观、具有厘米尺度的扭转振荡器上。这种跨尺度应用本身即为一项科学与工程的壮举。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我们在低温物理中常见的冷冻装置，而是一个依赖精密光学与主动冷却机制控制热扰动的实验平台。其设计目标是避免传统冷却方式带来的干扰与局限。研究团队选择采用高精度的光学杠杆系统，透过镜面反射与镭射干涉的原理，实现对振荡器细微扭转运动的非接触式检测与动态控制，达到纳米角度级的解析度。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一实验系统的核心工作机制，并探讨它是如何在高灵敏度下实现对量子运动的解析观测。
实验中，一束稳定且具高相干性的镭射光照射在固定于扭转振荡器上的微型反射镜上，该镜面会随着装置的细微扭转而改变反射光束的方向。当振荡器发生极细微的角度扭转时，反射光束的路径将随之发生可测的偏移，进而通过感测器的光学窗口产生变化。这一变化被精准记录并转化为运动数据。由于光束在光学路径中的放大效应，即使角度变化微小至毫弧度等级，反射光的位置亦会出现可观的偏移。因此，这种光学测量方法具备极高的灵敏度与解析能力。然而，高度精密的测量系统往往也伴随极为棘手的挑战。当我们尝试观察极其微小的物理变化时，任何外部干扰或系统内部的噪讯来源，都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显著影响，甚至掩盖真正的物理讯号。尽管镭射本身是一种高度可控与相干的光源，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仍会受到多种微扰因素的影响，使光束产生难以避免的微小偏移与震荡。例如，实验室环境中的微小气流、地板震动、机械构件的热膨胀，甚至光学元件表面的非理想性，都可能导致镭射光束发生细微的抖动，进而产生错误讯号，误导研究人员以为振荡器发生了实际移动，这对实验准确性构成重大威胁。为了有效分离真实讯号与杂讯，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干涉光学系统，利用角立方体镜，一种能精准反射入射光束回原路的光学元件，产生一条对照光束。该光束在经历与主光束相同路径扰动的情况下，却不受到振荡器实际运动的影响。这条参考光束精确捕捉到所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光学与机械干扰，却避开了来自扭转振荡器本身的真实角度变化，因此可作为一个理想的噪讯模板进行讯号消除。透过将这两条光束进行干涉与重组，研究人员得以有效抵消共同的杂讯成分，将虚假的运动讯号从真实的量子运动讯号中剥离，从而大幅提升整个系统的信噪比。这种光学干涉消噪技术使得背景杂讯水平降低了约1000倍，最终使整个实验系统达到一种极为敏锐的灵敏度，甚至能够探测到小于振荡器在量子零点能阶下自然扰动的1/10的角度运动。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成就。透过这套结合镭射冷却与光学检测的装置，研究团队成功将振荡器的有效温度降至约10毫开尔文，即 0.01 K。这个温度距离理论上的绝对零度仅有约1%的差距，几乎完全抑制了所有经典热振动。在如此低温的条件下，热能几乎无法激发振荡器产生经典运动，因此量子力学中固有的零点涨落开始成为主导因素。这使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一个宏观物体展现出纯量子行为的迹象。成功实现一个达到如此低温并有效隔离于外部环境干扰的宏观机械系统，不仅是冷却技术上的里程碑，更是一项跨越实验物理与量子理论界限的重大概念性成就。这个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测窗口，使得过去只能在亚原子世界中观测到的量子行为，例如零点波动、叠加与纠缠，现在有可能在可见、可操作的宏观物体上呈现与测量。透过这项技术上的跨界创新，研究人员赋予传统力学仪器一种存在数百年的扭摆工具崭新的功能，使其具备成为量子探测器的潜力，能在极端条件下对重力进行最基本层面的量测与验证。那么，这整个研究中最振奋人心的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尽管这项成果已然震撼物理界，它其实只是揭开了重力量子化研究的序幕，一连串更深层次的实验与探索才正要展开。这个实验平台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它所达成的极低温条件，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融合。它将长久以来各自为政的两个物理领域，重力物理与量子光学，首次在实验层面上结合在一起。
这标志着一项科学历史上的关键融合。一方面是研究天体运动与时空几何的大尺度重力理论，另一方面是操作微观粒子与光子的精密量子技术。这两条长期几乎平行而不相交的研究路径，现在终于在实验室中交汇。在过去几十年中，重力物理学主要处理如星系旋转、黑洞结构与宇宙膨胀等大尺度问题，而量子光学则深入探索原子能级跃迁、单光子干涉与纠缠系统等微观世界。两者各自在理论与技术上精进，却难以找到交集。重力物理学典型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像纽摆、天体或探测器悬挂系统这类质量庞大、运动缓慢且可宏观观测的物理系统。它们反映出的是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连续且可预测的时空结构，而量子光学则深入原子、电子甚至光子这类极微粒子的世界。这些系统遵循不确定性原理叠加态与量子纠缠等看似违反直觉的原则，展现出完全不同于经典力学的行为逻辑。麻省理工学院的这项实验堪称是这两个截然不同世界之间的桥梁。它透过创新技术，使得宏观机械物体能够以量子方式行为，从而提供了重力与量子力学互动的一个可控、可观测的实验平台。这是物理史上的第一次用原本设计来操纵原子、离子与光子的精密量子控制技术，应用于一个具有可测重力效应的大尺度机械装置上。这使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足够大但又精密受控的物体上观察到量子现象。这种将宏观与微观融合、经典与量子交汇的方法，使物理学家得以首次在实验室中直接测试，当量子物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重力是否也以量子方式传递。这是理论界长达数十年的梦想，如今正逐步从假说迈向验证。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整合成单一统一理论的最大困难，在于两者对宇宙本质的诠释截然不同。一个建立在连续几何的弯曲时空模型上，另一个则建立在几率、叠加与测不准原理所支配的离散世界中。在量子力学中，粒子不再具有确定的轨迹或位置，而是以几率分布存在于多种可能状态之中。这种叠加态的存在是量子计算、量子通讯等科技进展的基础，也与我们日常直觉完全背离。相对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以连续光滑的时空几何为核心，运用明确的场方程来预测质量如何影响时空弯曲，其结构完全是确定性的，不包含内在几率或随机性。这一理论能以极高的数学精度预测天体运动与时空行为，例如行星轨道、光线偏折与黑洞时钟效应，但却无法解释粒子如何在量子层级互动，也不包含对随机量子过程的描述。基于对自然统一性的追求，物理学家长久以来普遍认为，唯有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两者统整为一个共同语言，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界的基本结构。无论是在宇宙起源的极端时刻，还是在黑洞内部的起点附近。然而，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应该如何构造这样一个融合架构？哪一套理论需要被修正，或是否存在第三种更根本的理论能将两者包含在内？这些问题至今仍未有确切答案。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理论物理学界已提出众多竞争性理论框架，从弦论与圈量子重力到引力场量子化与资讯理论式模型，各自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个宇宙构造的矛盾给出统一性的解释。一些理论物理学家主张，引力作为一种基本交互作用，理应与其他三种基本力一样，具有对应的量子场与媒介粒子。在这一框架中，引力子 graviton 被假设为一种质量为0、自旋为2的传递粒子，负责在粒子之间传递重力效应，类似于光子传递电磁力的角色。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重力并非根本的量子力场，而可能是一种来自底层量子资讯结构的突现现象。根据这种突现重力理论，重力并不需要被量子化，其宏观行为可能只是统计性结果，类似热力学如何从微观粒子运动中浮现出来一般。然而，
多年来，这些理论虽在数学上日益完备，却因缺乏直接可验证的实验平台而难以证明或推翻，这使得量子重力的理论研究长期陷于纯推演的阶段，缺乏实证支撑，也限制了整个领域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麻省理工学院的混合系统脱颖而出。它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更可能改变整个量子重力研究的游戏规则，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观测、可控制且精度足够的实验平台，首次具备区分理论的能力。这个平台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让一个具备可观质量的宏观物体表现出明确的量子行为，这就意味着科学家首次有机会在实验中直接观察两个量子系统彼此仅透过重力产生的交互作用，并以此测试重力是否遵循量子力学的原则。这不再只是黑板上的方程式与思辨模型，而是切切实实可在实验室中操作、测量与验证的科学实践。理论推测第一次拥有了实验对照的机会。这项实验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参与实验的物体尺度。它必须足够大，才能感受到可观的重力效应，同时又必须足够小，才能展现量子行为。这是一个极其精细的尺度平衡。在原子或基本粒子尺度上，重力几乎无法与电磁力或核力竞争，其作用强度弱上数十个数量级，因此过去难以在这些尺度上观察到纯粹的重力效应。然而，随着扭转振荡器的尺寸与质量提升，其所受重力不再可忽略，这使得它成为理想的中介尺度物体，既能体现重力场的影响，又可在极低温条件下被迫入量子态。与此同时，实验团队运用镭射冷却技术与极致的环境隔离策略，最大程度地排除热力、机械、电磁等非引力作用的干扰，使重力成为主导交互的唯一力量，为观测其量子性质提供纯净场域。正是这种在足够大与足够量子之间精确拿捏的平衡，加上对非引力干扰的极致抑制，使得这项实验具备前所未有的解析力，也使它成为目前全球最接近解答重力量子本质的实验方案之一。未来的扩展实验设计中，研究团队计划构建两个彼此独立但量子相干的振荡器系统，让它们处于完全隔离的环境中，只能透过彼此间的重力场产生交互影响。这将为重力是否为量子场提供关键观测条件。如果这两个仅由重力耦合的系统出现纠缠现象，也就是彼此的状态变化具备非定域性且不可分离的量子关联，那么这将是首次明确证据指出，重力不仅可作用于量子系统，更自身就是一个量子场。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写现代物理的基础架构。这项研究的下一阶段将聚焦于将机械振荡器系统进一步推向其量子基态，也就是该系统在绝对最低能量状态下的纯量子行为。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技术目标，同时也是观察重力量子效应的关键门槛。若成功抵达这一能阶，振荡器将不再受到任何热源干扰，其所有运动皆来自于量子理论预测的零点涨落，也就是说，它的行为将完全脱离经典物理，进入量子统御的范畴。为了将系统冷却至此极限状态，研究团队将进一步强化光场与机械振荡器间的耦合，也就是增强光子对机械运动的调控能力，使光不仅仅是测量工具，更成为冷却与量子操控的主动力量。其中一项关键策略是将振荡器置入一个高品质因子的光学腔中，让镭射光在两面高反射镜之间多次往返反射。这种设计不仅能极大地放大振荡器角度改变所造成的光路偏移，也能透过光压作用主动减少其热扰动，进一步推动冷却过程。透过这类光学腔体的耦合设计，研究人员预计将能实现对振荡器运动前所未有的控制精度与冷却效率，使整个系统最终达成全面进入量子基态的目标，开启观测重力量子交互的下一阶段实验。而一旦振荡器被成功推入量子基态，
一整个全新的实验世界将向研究人员敞开，其中包括长久以来仅存在于理论推演中的极端场景，如重力引发的量子纠缠、干涉与非定域性等现象。其中最具突破性的设计是将2个独立处于量子基态的振荡器靠近摆放，并透过屏蔽措施排除所有非重力的交互作用，如电磁耦合与声学干扰，创造一个纯粹由重力主导的量子实验场。如果在这样的实验中观测到2个系统产生量子纠缠，也就是说，其中一个振荡器的状态变化会及时、非局域性地影响另一个，并且无法用任何经典物理理论解释，那么这将是人类首次以实验方式证明，重力不仅能影响量子系统，它自身就是量子性的。这样的结果不仅将为引力子存在的理论提供强力支持，也将使一系列视重力为非量子、突现性或经典背景场的替代理论失去立足之地，对理论物理的发展路径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一些半经典模型假设，虽然重力可影响量子粒子，例如使其波函数发生坍缩，但自身仍是一种不具量子性质的经典场。这类模型尝试保留量子与经典的分界，但在此重实验条件下，若产生纠缠，将无法自圆其说。一旦出现由纯重力作用所导致的量子纠缠现象，这些半经典模型将立即被实验数据排除，成为科学史上的注脚，而非未来理论的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理论物理的殿堂，它同时也孕育出一系列潜在的应用技术，为精密工程、感测技术乃至未来计算平台铺设基础。目前正在开发与精化的技术，包括超高灵敏度的扭转振荡器、具主动稳定功能的雷射控制系统，以及能压低背景杂讯至极限的光学干涉装置。未来都有可能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中。这些技术未来可能为下一代重力波探测器提供更高解析度，为量子感测装置带来革命性灵敏度，甚至应用于超高精度的光学原子中未来的空间导航与通讯系统中。辛东成博士与其团队多次强调，这项实验的完成绝非单一领域的成就，而是多学科合作的产物，涵盖物理学、光学、工程学、计算与讯号处理等多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整个实验平台的实现，是机械结构设计的精密艺术、先进光学系统的调控技巧、纳米尺度电子工程的可靠稳定性，以及控制理论中回授与滤波算法的协同成果，是现代实验物理的最佳体现。这一案例清楚地展现出，当我们面对宇宙最根本的问题时，单一领域的深耕往往不足，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多领域知识的融合与创新。这也反映出当代科学的本质已逐渐迈向系统性整合的时代。随着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持续优化冷却技术、精进讯号滤波机制与提升实验稳定性，他们正一步步逼近重力量子性质的实验证明。也许未来数年内，我们对宇宙根本结构的认知将迎来一场彻底的重塑与更新。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重力量子化这个长期存在于理论纸上的假说，如今已转化为可见、可建构、可测量的实验现实，从抽象理论迈入实证科学的舞台。它不再是远离现实的数学幻想，而是科学家能亲手建构、冷却至极限，并用仪器直接观测的具体装置。一个真实可行的量子重力观测平台。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横跨理论与实验、经典与量子的科学革命。如果你对这类前沿科学议题感兴趣，请记得按赞与订阅，开启通知，随时掌握下一次可能改写物理教科书的量子突破。